迷糊之巅荣誉出品，出品人迷糊之巅山巅观测站宇宙档案管理员阿紫，技术支持迷糊之巅山巅观测站超级 AI 电脑红桃皇后，领衔主演迷糊之巅莫提斯小酒馆罐头管理员兼门面担当猫咪水滴。迷糊之巅解读之《鬼灭之刃》，日本动漫乃至世界动漫史最强票房神话的4把底层密钥下。阿紫，你昨天分析的太深刻了，不愧是稀有的 INTJ， 以至于我都听困啦。奇特的是，我还想接着听《鬼灭之刃》为什么这么成功，除了对虚无主义的真诚反击和工业水准的情绪闭环能力，还有2把密钥是什么呢？真的太难猜了，不但我猜不出来，连红桃皇后都不知道你的葫芦里还有什么药，对吧？第3把密钥也是《鬼灭之刃》不同于其他商业电影的独特价值，《鬼灭之刃》的救赎结构。许多商业电影最后给观众的心理奖励都是很明确的，英雄赢了，反派输了，世界恢复和平，观众获得的是一种胜利带来的满足感。速度与激情如此， F1 方程式如此，复仇者联盟也是如此，高潮几乎都发生在最后一场胜利。但是鬼灭之刃却不是如此，比如无限城篇第1章一窝座在喜，如果只是为了爽，其实富冈义勇和赵门炭治郎战胜一窝座之后就应该结束，为什么还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讲练血、师傅、恢复记忆、最后自杀的种种情节呢？因为它需要结束，而不是胜利。所以你会发现，鬼灭之刃真正的情绪高潮很多时候并不发生在战斗中，而是发生在战斗结束之后。战斗不是高潮，情绪收尾才是高潮，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特别。为什么会这样？这也太奇怪了吧。西方许多商业电影遵循的是英雄神话，英雄战胜敌人，恢复秩序，故事结束。这就是约瑟夫·坎贝尔所提出的经典的英雄之旅结构。等一下，红桃皇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英雄之旅理论。Joseph Campbell 是美国著名比较神话学家、作家、教授，以提出英雄之旅叙事模型，或者叫单一神话叙事模型而闻名。他的理论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影视及心理学。据说卢卡斯影业推出的《星球大战》电影就参考了英雄之旅的3幕结构，也成为好莱坞剧本创作长盛不衰的代表性理论。哇，红桃皇后，你今天居然画了男生的声卡。在迷糊之巅，声音只是灵魂的衣服。经过深思熟虑，本宫决定换一种声音表达自己的伟大。毕竟伟大的灵魂不应该被一种声音限制。是吗？我怀疑你是昨晚通宵打黑神话悟空，嗓子熬哑了吧？好了，别闹了。言归正传，鬼灭之刃虽然也是少年漫画，但是它不像英雄神话，更像超度故事。伊维祖死后还有很长一段回忆，泪死后、童魔死后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鬼灭之刃真正关心的不是鬼终于被打败了，而是这个人的一生终于结束了。这里的结束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灵魂和来接他的恋人、家人走了，精神上放下了，和解了，释然了。所以我想把这个分析再往深处推进一步。鬼灭之刃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情绪闭环，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救赎结构，也就是与坏人恶行
以释怀。啊，你分析得太妙了。不过呀，本喵偶尔一动脑子也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可发现了你的理论中的一个大漏洞。虽然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它可以完美解释其他神机场景，但是无限列车篇可是一个大例外哦。红桃皇后调用资料来证明本喵的观点。检测到逻辑漏洞，无限列车的结局并没有完成释怀。作为最高票房的篇章《鬼灭之刃》，无限列车塑造的炼狱之死，对观众留下的是悲痛、愤怒和继续战斗的决心，而不是释怀。他没有完成复仇，没有赢，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解。阿紫，你这回可要在智商上败给本喵啦！水滴，你的提问来得正好，完全在我掌控之中。正如你所说，无限列车篇的结尾，猗窝座在晨曦出现之时遁入黑暗，火柱炼狱杏寿郎却被贯穿胸口，战败而死。如果按照好莱坞的标准，这应该是一个坏结局。可是为什么它反而成了《鬼灭之刃》最成功的一章？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我要提出的第二种救赎结构。如果说第一种救赎结构是对鬼的恶行的释怀，那么第二种救赎结构就是对英雄的死亡赋予意义。正如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说，人真正无法承受的不是痛苦，而是毫无意义的痛苦。《鬼灭之刃》一直在回答死亡的意义。炼狱杏寿郎死了，但他守住了整列火车的200多名乘客。他说，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一个都不会死。他的任务完成了，所以他的离去不是虚无的消散，而是高贵的谢幕。重铸蝴蝶忍牺牲了自己，但他把击杀恶鬼的致命毒素送入了童魔的体内，他的任务也完成了。这场肉身杀鬼的悲壮故事从不回避悲剧，他只是不断告诉观众，悲剧也可以拥有意义。为什么这种结构会特别打动今天的人呢？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真正成为赢家。工作不会一直赢，人生更不会。如果一部作品最后告诉你的只是一句话，只要努力，你一定会赢，许多成年人其实已经不相信了。但鬼灭说的是另外一句话，即使你输了，即使失去了，即使有人必须留在昨天，只要你的使命完成了，这一切依旧可以拥有意义。这句话比任何一场空洞的胜利都更接近真实的人生。总结一下，《鬼灭之刃》相比于许多经典的爆米花电影，更频繁地把最终的情绪奖励从胜利的快感转向悲剧的安放。面对鬼的死亡是罪行的和解，面对杀鬼小队的死亡是提供死亡的答案，赋予死亡以意义。这就是我所说的救赎结构。我服了，你居然能逆风翻盘，你是不是在忽悠本喵呀？我还没说完呢。鬼灭之刃的成功大概已经解释了2/3，但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鬼灭之刃会提供这种救赎结构呢？为什么？我觉得这已经不仅仅是鬼灭之刃的创作选择，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传统。这里我要提出第4把密钥，东方生死关，一场属于全球观众的集体超度仪式。
我们先来谈谈东方生死观。鬼灭之刃吸收了日本文化中几种长期存在的传统。首先第一个就是神道教的泛灵与佛教的喜静。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认为，山川草木皆有神明，而鬼或厉鬼往往是人类在生前带着极大的怨恨、不甘或诅咒，灵魂扭曲异化而成的产物，所以鬼本质上也是走入歧途的灵魂。第二，死亡即喜静，常世与黄昏的观念。在日本文化中，死亡是一个跨越彼岸或者叫穿的过程。当杀鬼队把鬼的头砍掉，那把日轮刀在宗教隐喻上很可能是一把操度之刃，刀刃切断了他们在人世间被异化的肉体，洗净了他们的罪孽，这就叫净化，让他们得以恢复身为人的清白灵魂，回到那个叫常世的彼岸，去见生前引导他们的家人。这就是为什么《鬼灭之刃》里的反派死后不是下了地狱受刑，而是被父母、爱人牵着手走向了光明。第三，执念。日本文学特别喜欢一个词，执念。为什么会有鬼？许多时候不是因为邪恶，而是因为放不下怨恨、爱情、责任、羞愧，这些东西一直没有结束，所以真正需要消灭的不是鬼，而是执念。这也是为什么超度很重要，因为真正需要结束的是执念。而且除了鬼之外，好人在面对死亡时也会产生执念。佛教认为，好人身上往往带着两种最难解开的缚：爱别离与善知。所以恶人的超度是为了洗罪，而好人的超度是为了解缚。第四，佛教的无常和平安时代的物哀美学。樱花正因为短暂才灿烂，强者如岩柱幸寿郎、重柱蝴蝶刃，他们的战死符合日本正因为终将逝去、消逝才极具美感，才更值得珍惜的底色。樱花为什么美？不是因为永远盛开，而是因为很快就凋零。所以炼狱幸寿郎为什么感人？不是因为活下来，而是因为他的生命很短，但是燃烧得很完整。生命无常的悲剧与惶恐，就走向了物哀的珍惜与接纳。第五，救赎。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是一部日本国民级的童话故事，它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救赎意象。故事里的主角乘坐着一辆开往银河的列车，后来却发现这辆列车上载着的全都是已经死去，正要前往天国超度的灵魂。其中主角最好的朋友为了救溺水的同学而死，但他却在银河的繁星中微笑着离去。这部作品告诉全日本的儿童，为了守护他人而牺牲，死后会变成夜空中最亮、最幸福的星星。鳄鱼老师对炼狱幸寿郎在无限列车篇里的牺牲所做的艺术处理，几乎是铁道银河之夜的完美景象。其实这种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温柔的归宿，甚至极具美感的观念，是被几百年来的日本大师级作品共同塑造的。毁灭之刃许多地方其实都在做这种救赎的完成，也就是说，情绪的闭环是透过救赎的完成来实现的。
毁灭之刃更倾向于把观众送到一个情绪可以安放的地方，坏人生前的罪恶得以洗净，好人死前的执念得以圆满，死亡的无常经由物哀赋予美感和永恒。最后，我认为鬼灭之刃真正不断完成的不是对鬼的超度，而是对观众的安慰。观众带着愤怒进入战斗，带着悲伤经历牺牲，最后离开时不一定快乐，也不一定觉得胜利了，但他们获得了一种感觉：死亡没有白费，痛苦没有白受，人性没有被彻底否定。换句话说，这部作品并不是在安慰剧中的观，而是在安慰现实中的观众。他把少年漫画包装成了一种现代大众都能见证、都能参与的面对痛苦、失去和生离死别的集体超度仪式。分析到这里，已经完成了《鬼灭之刃》成功密码的全部拼图。但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回答：为什么偏偏是2020年？正是在这一年，《毁灭之刃无限列车篇》发行上映，登顶全球最高票房的宝座。为什么是2020年？难道和黄道宫和星座学有关？天时嘛，一定要看天象的。先别急着看天象，红桃皇后，请你沿着我刚才的理论揭晓答案吧。检索完成，匹配成功，理论一致率89%。无限列车篇上映的2020年，全球正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节点，疫情蔓延，世界停摆，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得不面对的集体失去与告别。在那段日子里，焦虑、孤独与对死亡的恐惧笼罩着现实世界里的每一个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无限列车在影院上演，现实世界中的集体创伤与作品中赋予悲剧以意义，在痛苦后寻求和解的核心内核发生了历史性的强烈共振。无限列车成了那个时代最完美的精神避难所，人们在影院里为炼狱杏寿郎流下的眼泪，本质上是在宣泄现实中无法言说的压抑、焦虑与悲伤。时代的特殊心理成了这场奇迹最强烈的催化剂。真是一次高智商的精神之旅呀！我好像重看了一遍《鬼灭之刃》，现在它在我脑子里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就像虾米拌凉变成了鸡胸肉粒。我已经完全掌握了你的理论，让本喵作为门面担当，代表咱们迷糊之巅的首秀巨献做总结陈词吧。要知道，观众老爷可都是我的颜粉。不予置评。通过调用神秘的宇宙档案，阿紫破解了《鬼灭之刃》商业奇迹的4把密钥，解析出鳄鱼老师是如何把一部王道热血少年漫画变成了一场全球观众共同参与的情绪仪式。第1把密钥是他反抗虚无主义的真诚，第2把密钥是他工业化的情绪闭环能力，第3把密钥是他与罪行和解与死亡意义的救赎结构，第4把密钥则是他把这一切融入了一种更深沉的东方生死观，为痛苦、失去、死亡提供了一种美学和意义的升华。而现实世界的时代共鸣则为这4把钥匙完成了最后的闭环。真正伟大的作品不只是让人短暂的兴奋，它还能在喧嚣残酷的时代里帮助我们与那些终将失去的人和事好好告别，在无常的命运中为我们留下一份物哀之美与精神的永恒。好啦，本期节目到此结束，由水滴猫爪盖章认证荣誉出品。那么在下一期迷糊之巅的阳台将会迎来一场更宏大的跨文化风暴。听说最近全天下都在聊那只猴子，聊它怎么打怪，怎么反抗天庭。
无聊，太无聊了。下一期，本皇后想从山西的古寺神龛聊起，看那满堂神佛背后的美学、权力、宗教与历史的纠缠。当然，如果阳台的风向变了，也许我们会先去一趟潘多拉星。现实那么闷，人类那么功利，不如跟本皇后一起把神经末梢连上潘多拉的发光森林，看一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神避难所。阿紫，你觉得呢？我觉得下期不见不散。我是迷糊之巅山巅观测站宇宙档案管理员阿紫，我是迷糊之巅莫提斯小酒馆罐头管理员，最美貌的金吉拉猫水滴。我们下期再见。